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地初分，人神混沌。那时候，清净合一的人灵也会发出和神灵一样的光芒，与天同频共振。于是那时候，神可以直接与人灵沟通，阴灵叫巫，女人模样；阳灵叫习，男人模样。于是那时候，无法和神沟通的人们，通过人灵的沟通，就知道了山的名号、水的位置、四季更迭、日月星辰。虽然那时候人间不比天堂，但神有灵德，降福于地；人有忠信，恭敬于天，天地秩序井然，人间福乐绵长。然而天地分离太久，清浊之气越来越分明，人灵与天同频，就越来越受不了人间的浊气。于是天地让逐渐变少的人灵盖了祭祀的殿堂，长居于此，这样就可以隔绝污浊，继续保持与天的沟通。但殿堂隔绝了浊气，也逐渐隔绝了人灵与人们的沟通。只有灵性较高、趋向清净的人，才能继续接近人灵，而浊气日盛的人们就不能随时清净，也就越来越污浊。于是人因为染于浊气，就有了污浊的情绪。他们聚集在殿堂外，用最后的灵气向天地控诉。既然人灵不能继续和他们亲近，那么他们就要一个人间的王，一个能与人灵沟通，传达天意，又能与他们亲近，传达名义的王。天帝听到之后，奇怪地问道：你们要一个王，难道我不是你们？人们却听而不闻。你高高在上，你的神灵高高在上，连追随你的人灵也远离我们。以后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灵，让我们如何继续跟随？我们既然在人间，就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人间的王。就算有一天我们无法再和天直接沟通，甚至无法直接和人灵沟通，那么只要有一个人间的王，他可以接收天意，造福人间，我们就满足了。你既是天帝，视我们为子民，就应该赐给我们这样的王。天帝笑了，他问道：你们知道人间的王一旦立了会怎样吗？你们的儿子必为他和他的儿女赶车走马，征战流血；你们的女儿必为他和他的儿女织衣纳布，为婢为妾。你们的田地粮食将不再是你们的田地粮食，你们再也不会是自由的子民，而是王的奴仆。这样的生活你们愿意？人们回道：王行天道，以天道为法，又怎么会堕落？再设臣子，设诸侯，让他们可以辅佐王，可以监督王。只要王不能独揽天意，人间总能听到天的声音。王权受到约束，王就不敢堕落。天帝又笑了，他说：王可能堕落，也可能不堕落，可一旦立了，就一定会消失。到那个时候，诸侯臣子独大就更糟糕。你们看似有自己的田地，但将成为一群权力的奴仆；看似有自己的粮食，但会沦为一群利益的牺牲。你们以为自己拥有了自由，但却成为一群隐形的奴隶。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，只是二元的流转，动荡不止，永无安宁。这样的生活你们也愿意？可是人们并不明白天帝在说什么，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世道，怎么可能想象未来的模样？于是他们说：不可能，只要天道常在，天子清明，人间总会安宁。于是天帝沉默了，他立了王，
人间的王，也立了臣，王的臣，立了诸侯，王的诸侯。于是从此，灵气消失的人们和人灵隔绝，只听王的转达，陈侯的说辞。一开始，一切都还是那么美好，王心贤德，追随天道，陈侯不染，亲近人灵，上下一心，人间安定。直到他的出现。那一年他长成了，父王告诉他，这天下是自己的天下，也终归是他的天下，但切记一定要亲近人灵，追随天道。可是他白天唱诺，晚上却开始怀疑，我是王，是人间至高的权力者，这世间的人都要匍匐在我的脚下，这天下既然都是王的天下，那王又凭什么要匍匐在巫习的脚下？于是巫灵终于找到了机会，他说，是的，主人，你既然是人间的王，那么就是人间的至高，巫习既然也是人身，就必须匍匐在你的脚下，听你的号令。这人间的人现在只听王的号令，那么王说什么，他们就只能听什么，不是吗？听到这话的他又有点犹豫了，他说，可是还有臣子，还有诸侯，他们也会亲近人灵，我如果发出我的号令，他们难道不会揭发我没有转述天意吗？巫灵笑了，他说，那你就替天行道，杀掉巫习，当巫习不存在了，王说的天意就是天下唯一的声音。他笑了，但又犹豫了，那天呢？他还看着呢。巫灵也笑了，你是人间的王，你是天子，天子与天同齐，那么天子不就是天？于是他们都笑了。于是在他登上王位之后，巫灵的宫殿建成了。他告诉人们，巫灵就是巫习，他的话也是天意。于是活人死人都开始被用作祭祀，因为一小部分人开始相信这是天意，而一大部分人开始相信是巫习在杀人。于是人们要求王杀掉巫习。一些亲近的人灵预感到自己将无法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存，逐渐离开。而剩下的人灵被突然闯入的王师和暴民杀害，只有一些漂亮的巫女被留了下来，因为王早已看上了她们的美丽。可美丽的巫女每天看着自己被污染的灵，眼泪不止，一刻都不想再活下去。天帝于是告诉巫女，圆满不在这样的人间，你既然已经活在这样的世道，就进行活人的事吧，死后离开了身体，自可归到天来。于是巫女不再哭泣，她擦干了眼泪，生下了王的孩子。从此王后尽心教导孩子们，传播天的道。王听闻后担忧不止，他于是问巫灵该怎么办。孩子们只听天道，会不会不听王的话？巫灵笑了，这有何难？你广告天下，君为臣纲，大臣只能听王的话；父为子纲，儿子只能听父王的话；夫为妻纲，妻子只能听王夫的话。那么以后他们都只能听王的话，儿子教不会就教孙子，女儿教不好就教孙女，只要有子子孙孙能步你的后尘，谁还去听巫女的道呢？王还是有点犹豫，他说，这刚刚长成该怎么解释呢？如果下面的人不懂上面的意思，那我广告天下不是让大家会错了意。巫灵说，这有何难？你养了那么多人，
造作学问，找几个明白你的心意的，让他们来帮你造文弄字，创造法律，解释法典，订立规则，合你意的再传播到民间，不就行了？那些不合你意的，他们的去留升降还能逃出你的手心。于是王笑了，而王后死了。从这时开始，王的儿子只能学习王的法，而王的女儿则被送入深闺。嬷嬷们告诉她，没嫁人就要听父王的，嫁了人就要听丈夫的，丈夫死了就要听儿子的，如此一辈子一辈子这么下去，就算是个好女人。于是天下人都听到了，陈侯们开始学习王的法，公子王孙们开始这样教习自己的子女，造作学问的学者开始迎合王的法律，为王清除不合群的声音。老师们告诉学生，你们要服从规矩。父母们告诉孩子，你们要服从规矩。王可以有过失，但臣民要谨守自己的本分。父母可以有过失，但子女要谨守自己的本分，不可忤逆，不可顶撞，服从规矩，万事太平。于是效法王，遵从王的法，服从王的规矩，成为人间不二的法则。提出异议的声音逐渐消失，人间终于完全成为了王的天下。王的好，大家学；王的坏，大家也学。毕竟上行下效，不能忤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否则就是不合法理，就是严刑立法，就是千夫所指。于是慢慢的，人们都学会了王的法，王的规矩，可是学会了却不服从了。人们开始琢磨，为什么那个位置我不能去坐一坐？只要我坐上去，我就是天子。只要我是天子，我说的话就是天下唯一的声音。只要我是天下唯一的声音，那前朝后世还不是我来书写？于是臣民离心，诸侯争霸，人间失格。所以你看，到了我的春秋战国，人算计人，国攻大国，换个王就像换个国，但还是一样的战乱，一样的纷争。这就是治法不当、效法不当的结果。如果以不仁的规则来制定法律，如果大家都去效法不仁的人，那么最终也只能学到个不仁，做出个不义。那效法什么规则才能让人有仁有义呢？效法天啊，就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样，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，所有的人们无论色彩，都能活在天之下，都是自有天的子民。只要效法天，遵循天道，制定法则，像天一样包容兼爱，那么人与人互利互惠，国与国和平共处，所有人所有国不都可以在天之下有爱长存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遵循天道制定法则，那也要人能这么做才行。你看那堕落的王，想怎么弄法就怎么弄法，这已经说明法则根本制约不了人。只要人能够掌握制定法则的权利，那法则总有机会沦为人的奴隶。人想让他约束谁，法则就会去约束谁。一个王是如此，一群人也是如此，最后只不过是这个群约束了那个群，这个利益压制了那个利益。
所以效法天道不过是一场梦吧，太不实际了。你说的对，啊？不是法则要效法天，而是人要效法天。只有人性趋近天性，才能再次与天同频。这就是人，只有人才能主动遵循天道，才有资格制定法则，才有权利去操控天下的法医。可这也更难了呀！这么浑浊的世界，谁还能去做个人呢？事在